姑娘您看，这么多银子，定是偷了家里的。二姑娘，我一路跟着三姑娘，发现她去了聚来客栈。好你个小贱种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多谢尤姑娘。到了。二姐，将这不知检点的小蹄子按了，带回家去。哎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要做什么？你个穷书生，我还会问责你管我们家庶女私逃，你倒先责问起本小姐来，你也配？二姐，我没有私逃，我跟人公子什么也没有。我别狡辩！嗨，哎，你看，这不是之前被赶出来那个人吗？不告而出就是私逃，在府中惹是生非也就罢了，出门还有些不三不四、名声狼藉之辈搅和在一起，别动，也不怕堕了我伯府的名声。赶紧带走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二姐，二姐，嗨，什么人啊？二姐，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三姑娘，你且好生在房间里待着，等时候到了，我们自然会叫你回去的啊。可是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我给你个将功折罪的机会，一会儿你若是乖乖听话，我便不再为难你，可好？哎呀，三姑娘，进去吧。姑娘放心，小二那边我已经打点好了，待会儿等任为之一回来，我便让他往房间里送点酒水。未出嫁的姑娘同陌生男人待在一间屋中，这不是迎奔还是什么？这客栈中人来人往，想来不出一日就能传得满城风雨。到时候我便去江府状告江雪凝，教唆我府中的姑娘做丑事。届时她为了息事宁人，还不是任我搓圆捏扁？你这脑子哪有这智谋？看来在宫里没白读书。清远伯爷若是得知，想来也是老怀甚慰了。江雪凝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自然是来看你的好戏。如此一出自作聪明的大戏，错过可就可惜了。你算计我？你究竟想做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你才是。方怡与你乃是姐妹，想不到你竟会做出这等下作之事，虐待手足不说，还要毁人名节，你果真歹毒至极。尤姑娘，你怎么打人呢？你这疯子，你成天装模作样给谁看呢？好啊，我今天就真打了你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你打了江姑娘吗？反了天了，谁准你这样同我说话的？你再说一遍！你平时欺我辱我就算了，但江姑娘是好人，我不准你欺负她。有关人，你放了你！姑娘，江姑娘，这些都是你安排的吗？哦，姑娘，看这间的人手都是我平日里最熟的兄弟，你们慢慢聊啊，我出去候着。江姑娘，今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今日所发生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救你。方莹，清远伯府是豺狼窝，没有一个人对你好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：若是失了这伯府千金的名头，委屈你在这监牢常住，你可愿意？没什么委屈的，江姑娘，若不是你，我可能早就死在伯府了。什么名头我通通都不要，我愿意一辈子住在这儿，永远都不回去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便知道该如何做了。你且在此处养好身子，若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向周大人开口，旁的事我来安排。可是我二姐她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她肯定会向你报复。还有严谨的事，傻丫头，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吗？尤月不肯善罢甘休，那正好，你这一身的伤，我还要他还回来呢。姑娘，这尤家再不济也是伯爵，
牢里那2个该怎么处置啊？有个方莹是我的人，周大人看着办就是。至于另一个，人心不足，蠢笨狠毒，若不叫他学乖些，往后还要出来作恶。这伯府失势归失势，可听说破船也有3分钉。他家这嫡女受宠，总是舍得的。周大人，您说是吧？是。